每一年呢，我们个人有总结啊，城市呢有总结，省份有总结，包括国家也会有总结。国家一般开会呢，都会选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啊，比如说3月份、7月份，还有12月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楼市的几个黄金时段。我们在12月份开会呢，主要是针对开春以后楼市的走向。在3月份开会呢，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金3银4的楼市交易期，那么为整个上半年的楼市呢做了铺垫。7月份开会呢，就是对这个金9银10做准备，或者说为整个下半年做准备。那么最近呢又召开了会议，对于下半年楼市呢释放了一些强烈的信号。对于呢还没有买房，以及呢对于下半年楼市不知道怎么走的这类群体来讲呢，这次我们真的要了解了这些信号，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应该怎么样买房子。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，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那么首先会议释放的第一个信号呢，就是说要房住不炒，稳定楼市，而且呢要因城施策。我们看到呢，从这个2016年就提出了房住不炒，房住不炒呢一直是稳定长期的坚持下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去20年房价上涨的离谱，很多人觉得越来越买不起房子了。那么在整个调控的时候呢，房价呢在2021年的上半年达到了顶峰，但是到了2021年的下半年，楼市开始降温，到了2022年的上半年，楼市呢降到了3年前的水平，也就是呢2019年的水平。这就说明楼市已经开始稳了，房价稳了，不再像以前呢房价像坐过山车一样，一会儿涨一会儿跌，房子呢成了人们炒房的一个工具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因城施策。因为呢我们有1、2线城市，有3、4线城市，我们的产业呢分布的也不均匀，我们的人口呢流动也不是很均匀啊。大城市呢人口越来越多，土地越来越少，所以呢住房的需求越来越高。3、4线城市呢房价很便宜，但是呢没有产业，人口大量外流，所以呢这里的房子就变得有价无市。所以在今年的上半年，你可以看到呢各个城市就开始出现了楼市救市的行为啊，尤其是3、4线城市啊，比如说这个放开落户的限制，降低首付，降低利率等等啊，这些呢都是开始救市。但是呢从整个上半年的效果来看呢，交易量仍然没有往年高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？说明人们变得理性了，而且呢根据前几年的交易呢，该买的已经买了，没有买的呢可能还是拿不出首付，或者说在当下的这个房产大环境下，有人觉得现在买了房子有可能就像2017年和2018年那样被套牢，高位接盘。所以下半年的因城施策重点来了，那就是呢对于这个楼市的救市力度可能会更大，有可能呢还会继续降低利率，而且呢还会进一步严厉打击炒房的行为，进一步的降低房价，好让呢老百姓恢复买房的信心。再加上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和现在少子化的问题啊。很多人说为什么大家不生了，一是观念的转变，二是呢生活压力太大，房价太高，还的房贷太多，所以未来需要解决的就是房价进一步的下降，以及楼市的进一步稳定。那第二个信号呢，就是压实地方政府的责任啊。我们知道呢，很多地方政府在过去20年是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，而在这20年间呢，由于这个开发商没有意识到债务危机，所以呢无节制的拿地，所以导致到土地被囤了起来，而且地一块一块的被接着拿，而地价一步被一步的抬高，所以房价一步一步的涨高。但是当前我们楼市遇到了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先抛开1、2线城市不说，我们来说呢3、4线城市以及房价比较高的县城。按道理说呢，现在3、4线城市人口比较少啊，包括呢这个产业没有太多，吸引不了外地人来这儿就业。正常来讲呢，这个房价应该很低很低，但是我们细数了一下，有很多东部沿海的县城以及南方的部分县城房价已经突破了万元，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当地呢很依赖土地财政，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？开发商在努力的降负债，但是房子却不好卖出去，地方政府的债务变多，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变少，
那这个时候呢，就要压实地方政府的责任。首先呢，就要去库存，去土地的库存，去当地二手房的库存。当前呢，很多3、4线城市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呢，有很多拥有多套房的家庭，还有很多买不起的，而且开发区的房子被大量的外地人买了以后直接被套牢。我们还要知道一点的就是呢，现在城市化率已经放缓，我们当前首要的任务呢，就是要去库存。如何呢，把多余的房产给消化掉，这才是重中之重。在这个房地产税没有全面铺开的时候，地方政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，一定是要去库存的。所以接下来的几年，3、4线城市房子还会出现大面积的抛售，一直呢到稳定为止。还有第3个信号呢，就是保交楼。保交楼这个字眼呢，是从很多大开发商从2020年年底给了3道红线以后才开始出现的，以前根本没有保交楼这一说，烂尾了就烂尾了。普通的购房者呢是欲哭无泪，维权呢时间很长，而且呢还不一定有效果。但是在今年的上半年临近下半年的时候，出现了烂尾楼停贷的情况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为什么普通的老百姓宁愿让自己的征信坏掉，宁愿让自己背负着违约的风险，也要停止还贷呢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涉及到了普通老百姓最深处的利益。我们普通人除了攒钱以外呢，那剩下最大的资产可能就是房产。但是现在我们花了钱，房子却拿不到，而且我们还要无缘无故的往外边还着贷款，相信很多人心里是不服气的。那么这次就重点提到了保交楼。其实呢，如果你看到保交楼这3个字眼呢，下面呢就会有一系列的措施实行。首先就是整顿开发商，该倒闭的倒闭，该以前圈钱的直接剔除这个行业。那么剩下的就是有实力的开发商，而且这些开发商一定会把这个债务处理在安全红线以内。而且呢，慢慢的未来可能会实现预售制度的取消，以及公摊面积的取消，或者说最后改成现房销售等等。那么从这个信号，我们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，今后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，大概率不会再买到烂尾楼的房子。以上呢就是今年下半年以至呢以后的买房的3个强烈信号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